东边日出西边雨，不如来个烤红薯，山外青山楼外楼，肥肥的烤鸭直冒油。九重天上仙气缭绕，司命星君府邸内，小天道圆圆正踮着脚尖，费力地扒拉着比他人还高的巨大书案，案上摊着一本硕大的金光闪闪的命簿。正巧司命星君被南极仙翁拉去下棋，府内无人。圆圆翻看着画本，好看好看，司命星君这里的画本也太好看了，比我在凡间看的精彩多了。真好吃。鸡腿儿，嘿，鸡腿儿，嘿嘿。哈喇子流了一命簿。与此同时，画本中的那刚手刃完男女主的反派瞬间被淋头的一汪雨水淹了个香消玉殒。天道，你干嘛？你竟敢淹死本尊！你这是要把我送去哪儿啊？都城福泽地，朝夜帝王家。今日晴空万里，天朗气清。妹妹想妹，一个劲的爸爸，叽里咕噜圈圈，还有坑坑。景义王府门口来了个小娃娃，明明一个要饭的，看气势却像个土匪头子，你是怎么做到这么穷又这么自信的？景义王府可不是你随便进的地方，快走快走！本尊找的就是景义王府，他是来认爹的，亲的。哦，知道了，你走吧。啊！居然敢对本尊如此无礼，那就别怪我动手了。哎呀！嘿，你个小东西！放开我！我命由我不由天，有志不在年高，君子报仇廉耻虚伪。碎碎飞快地从脑海中翻找那些威武霸气的词儿，一边手脚并用拼命扑腾。以牙还牙，以恶还恶，等本尊雄霸天下的时候，把你们统统灭掉！这时，一辆墨色的乌骓踏云马车在门口停下。参见王爷。万和亭，你个没良心的，我娘等你等大人都不在了。屁！大螃蟹，大乌龟！万和亭眼皮都懒得抬。拖出去，魏郎。是，快闭嘴吧，小东西。我娘叫涂月明，家住定安府。这是几年前你被人下了催情，也是我娘。小嘴巴被死死捂着，他整个人被夹着带进了王府。正厅内，万和亭懒懒地靠在躺椅上，对这个8辈子没吃过饱饭似的小东西毫无兴趣。不对呀，这小娃娃的脸白乎乎粉嫩嫩，还这么可爱，可关键的是他简直跟王爷一模一样啊！这哪是王爷亲生的呀，他这是亲自生的吧？穗穗一边吃一边偷偷观察他们的表情。他是从画本里穿过来的，在那一世他是个恶毒大反派，差点把男女主一锅端，结果天道突然来了一汪雨水，给他淹死了。雨水里莫名其妙还有一股鸡腿的香味儿，害得我一见鸡腿就好吃啊！从那本书穿到了这本书，万和亭凶残暴虐，杀人如麻，却处处呵护照顾着出身低微的女主，又在后期堕入强取豪夺的深渊，历经夺嫡之争与血色暗杀，最终在滔天痊愈与残存执念间选择了放手。他把龙翼都扔掉了，就因为抢皇位的哥们儿是女主的表哥，还说什么算了，我不喜欢打打杀杀。结果番外里边又一通发疯，一边被女主拿来当工具人刺激正派男主，一边继续疯狂的傻小钱天地支援，最后居然为了救女主直接把自己送走了，真是反派界的慈善家，疯了但没完全疯。他这接的是什么苦情剧本啊？我可是反派界的顶流好吗？业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一统天下，结果你为爱而死的怂包剧本一点都不像我亲生的。他掰着手指头算账，我要你3更起来搞事情，你敢给我5更时，不听话的话我就把你拉去喂螃蟹喂乌龟。哼！本想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结果一块糕点直接呛进气管，噎得碎碎小脸通红。本尊险些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小郡主快喝水。上座的万鹤亭眼皮都懒得抬，继续仰头灌酒，浑身写满丧习反派勿扰。侍卫苍狼一脸严肃：小郡主为何此时才来认亲？屠姑娘当年有孕，为何不告知王爷？穗穗一边嗦手指上的糖渣儿，一边努力翻找原主记忆。哦吼！4年前万和亭中情蛊，女主顺手把路边晕倒的涂月明丢给他解毒，事后他虽然付了解毒费，但涂明月却怀上了。我娘寄过3封信，石沉大海。半年前她坠崖没了，姨母送我来的。这个爹你认也得认，不认那就通通都灭喽。属下从未收到过信。万鹤亭终于掀了掀眼皮儿，滴血验亲，让你看清楚谁是你爹。滴血验亲，让你看清楚谁是你爹。十指连心呐，你确定？切，女儿顶天立地，区区动处不足挂齿。那好吧。反派也是会疼的呀！两血相融，众人哗啦啦跪倒一片，唯有万鹤亭却黑了脸。这烫手山芋是甩不掉了。穗穗叉腰仰头，小圆脸上写满霸总似的邪魅。这下你们相信了吧？我爹回来了。不是，是爹我回来了。离了个大谱，怎么穿越过来，脑子就跟小孩子一样了。那个都不重要，听我的，拿下女主，干掉男主太子，咱们爷俩一起称霸天下，毁灭世界，然后我再扶你坐上龙椅。他嘴角一勾，露出一个邪魅的笑容，但笑容衬在小脸上只有奶凶奶凶。你放心好了，到时候我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你自己死多没意思呀！一定要毁天灭地，这样才适合我们反派的气质。万鹤亭蹙眉，毁天灭地，天地做错了什么？太子做错了什么？这个女娃娃为什么知道自己想死？看着眼前这张得瑟阴笑、拼命怂恿他毁天灭地的小圆脸，万鹤亭忽然觉得自己人品还挺好。带他下去，通读大招律。万鹤亭，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本尊刚放了你一马，又放了你一马，但是你要知道，本尊是一个反派，不是弼马温。他骂完后，周围寂静一片。万鹤亭脸色阴沉，瞥见桌上的鸡毛掸子，忽然就觉得手有些痒，一把抽起鸡毛掸子，紧接着院里出现一大一小你追我赶的身影，夹杂着一连串奶声奶气的惨叫。哎呀呀，不得了啦！锦衣王府出人命啦！万鹤亭，你居然打我亲爹，不是，你就不孝！王爷这是怎么了？怕不是又发疯了？哎，这次跟平常不一样，这种风没见过，是新风。哎呀呀！龙游潜水遭鱼戏虎肉平阳被犬欺，等我吃饱了把你们都灭掉！王爷好久没有这么有活力了，还愣着干啥？快救小君主啊！小君主，你少说2句吧，王爷那是你亲生的。大逆不道啊，没心没肺啊，惨无人道啊！穗穗被救下来时，软乎乎的小脸上满是泪水，哭得一抽一搭的。万鹤亭额角轻轻直跳。本王碰到你一根手指头了吗？小短腿倒腾得比兔子还快，他连他衣角都没挨着。没打在我身上，却疼在我心里头。发了癫啦！这日子没法过了，我造了什么孽，摊上这么个不孝的呀！哎嘿嘿嘿，哎嘿嘿嘿呦，哎呦哎呦！这都是他从戏文里学来的词儿。管家被萌得心都化了，赶紧哄他。哎，是不孝，这太不孝了，是王爷不对，让小君主受委屈了，快别哭啦。万鹤亭脸色泛青，气得眼神阴沉沉的。苍狼眼神一变，忙摸出药来要递到他嘴边。这时下人来报，王爷，宁远侯夫人请您去福满楼，听来的人说夫人哭得厉害。万鹤亭动作一顿，那股子要发作的力气瞬间压了下去，
宁远侯夫人柳青青，那可是书里的女主，只要跟男主吵了架，柳青青准会去找万和亭，故意刺激男主。按番外里的剧情，万和亭总为了柳青青跟男主动手，男主有了危机感，反倒更疼柳青青了。3个月后，万和亭还会为柳青青丢了性命，然后把锦衣王府的家产和人脉全都留给柳青青的儿子。柳青青靠着这些，才有了跟侯府叫板的底气，侯府上下对他也热络起来。可现在，穗穗小脸满是高深莫测。赵子昂那混账又欺负青青了，本王这就去找他算账。你想让他真心待你吗？跟盟友大限第一步，得先露两手本事，赢得他信任，才能跟他平起平坐。万和亭脚步顿住，回头看向他。他最看重家里人吧？我听说他有个弟弟，虽说游手好闲，可他疼得紧。男主赵子昂跟他吵架10回里头有8回是为了给这个小舅子收拾烂摊子。你想说什么？万和亭眯起眼，满是警惕。把他弟弟扣下来，想要人就让他拿儿子来换，要是他不换，就跟娘家的关系就断了。咱们再添点料，利用他对娘家的愧疚，还怕抓不住他。要是他换了更好，直接让他们夫妻俩闹掰，到时候他就只能靠你了。天哪，这么下作的阴招，就算王爷当年最疯的时候也没这么干过呀。小郡主倒是挺熟练。而万和亭他素来冷硬的眼里，头一回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这都是谁教你的？天底下谁能比我更懂得这些阴招呢？万和亭咬着牙，手攥得咯咯响。不想摊上穗穗这个麻烦是一回事儿，可现在麻烦已经找上门了，还比他更疯更没底线。这小东西才3岁呀！救命啊！救命啊！穗穗眼睁睁看着鸡毛掸子又被抄起来，噌的就跑。万和亭早已把发什么疯什么女主邀约抛到了脑后，脑子里就一个念头：这小东西必须得揍。有话好好说，哪里不合适咱们可以再商量的。那要不换个法子，把他儿子或者把他娘家都请过来，再不然直接闯宁远侯府，把赵子昂赶跑。别打，实在不行咱把太子拉下来，咱自己当皇上。管家心疼的眼睛都红了，苍狼站在旁边眼神复杂。以前总觉得王爷疯癫狠辣，没半点人情味儿，可跟小郡主比起来，真没想到王爷居然还留着点底线。等小郡主再长大点儿，王爷怕是连封批榜第2都保不住了哟。现在跟本王说，你还想不想拉太子下马，自己上了？你想？不想，一点都不想，再也不想了。小郡主都认错了，王爷快住手吧！你瞧他这小脸都哭红了，再怎么生气也不能这么对孩子呀。有人帮腔，穗穗哭得更凶了。脸红那是跑的，本王打着他一根手指头了吗？穗穗被他的声音吓得一哆嗦，管家更心疼了，赶紧抱着他去里头吃点心了。自从柳青青嫁人后，锦衣王府就死气沉沉的，万和亭更是整日阴沉着脸，跟丢了魂似的。可现在他满肚子火气，倒比以前多了几分活人气儿。苍狼看在眼里，眼睛一亮：王爷，小郡主既然已经认亲了，也该带进宫让皇上见见。他是10000个不愿意看到万和亭围着柳青青转，费尽心思讨好却落不着好，还总让柳青青在外头装可怜，说自己是被万和亭逼迫的，而王爷就跟瞎了眼一样，为了他消沉酗酒，连外头骂他好色荒淫的闲话都不管。现在有了穗穗，他好像看到了能让王爷脱离柳青青的希望，所以必须尽快把穗穗的身份定下来。进宫吗？万和亭嗤笑一声：太子的子嗣才是他最钟爱的孙儿，本王的女儿去了，不过是坐冷板凳罢了。那还不是您自己要的，皇上从小最疼的就是您，偏偏您为了宁远侯夫人，非要把那个宫女生的孩子扶起来。太子之位拱手让人不说，连那宫女都爬到了贵妃的位置。
万鹤亭的母族势力雄厚，而太子的生母当初不过是个宫女，可就因为万鹤亭的退让和扶持，那个宫女成了贵妃，儿子也成了太子，连他那个出身低微的外甥女柳青青都嫁进了侯府，还被万鹤亭当成宝贝一样捧着，风光得很。一想到这些，苍狼就气得牙痒痒。哎，真是个恋爱脑。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本王认。可当初若不是他母子耍阴招害你，皇上怎么会对您失望？您偏还不肯服软，让他们有机可乘，在皇上面前说尽了您的坏话，最后闹得您跟皇上形同陌路。苍狼一脸愤愤不平。您就是太老实，不屑用那些下三滥的招数。话没说完，主仆俩都突然沉默了。下三滥的招数，现在可不止太子母子会用了。苍狼心里头突然冒出个大胆的念头：哎，要是咱们把小郡主推出去，太子那边该怎么应付？难不成要比谁的手段更烂吗？说出来你都不相信，我看见那个谁，就跟那样了。啊，真的假的？那他们也太那个了吧？这算啥？还有那个谁，居然是那个啊！怪不得我看见那天他那啥呢。是吧？大厅内，小丫头一边吃着栗子糕，一边和管家蛐蛐儿。见万鹤亭走来，下意识缩了缩脖子，随即扬起甜甜的笑容。父王！万鹤亭身形微顿，从今天起，岁岁再也不是没人要的野孩子了，父王也再也不是没人要的野父王了。小姑娘一改先前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突然这么乖巧，倒让她一时找不到发作的借口。管家趁机小心翼翼取走了她手中的鸡毛掸子。管家爷爷说的对，他果然吃软不吃硬，顺势就钻进了万鹤亭怀里。万鹤亭浑身僵硬。你松开。小姑娘抬头望着他，眼圈泛红。父王不喜欢我吗？可我从小就没在父王身边长大，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爹爹的怀抱。别人都有爹爹疼，就我没有。我真的好想爹爹呀。粉雕玉琢的小娃娃确实惹人怜爱，管家和苍狼早已心软，但万鹤亭生性淡漠，面色依旧冷峻。这种闹腾又难缠的小麻烦，他也终于摊上一个了。你别哭。娘亲不在了，我只有爹爹了，以后我永远都不要和爹爹分开。万鹤亭维持着别扭的姿势，被小姑娘紧紧抱着，脸色隐隐发青。管家感动得直抹眼泪。王爷，好久没这么有人情味儿了。苍狼无语。这时门外传来一道尖细的嗓音：圣上口谕，景义王接旨。圣上口谕，明日请景义王带着小郡主入宫觐见。万鹤亭眉头微蹙，正要拒绝。太好了，岁岁可想皇祖父了。小姑娘机灵得很。方才她来景义王府前，特意挑了有御前侍卫经过的时候，这张与万鹤亭极为相似的脸就是最好的证明。要是万鹤亭敢不认她这个女儿，她就去宫门口哭诉。没想到皇帝这么配合，面儿都没见就认下了她。这位就是小郡主吧？皇儿听说您认祖归宗，很是欣慰呢。无事就滚。院子里霎时安静下来，管家连忙上前赔礼，恭敬地送太监离开。见万鹤亭要往回走，一旁的侍卫忙提醒：王爷，侯府传信的人离开前说叫您快些动身，侯夫人不喜欢等人。苍狼立即沉下脸：没眼力的家伙。那还等什么？快走呀！你又想耍什么花招？什么耍花招？我就是想帮帮你这个便宜爹了，不敢接也就罢了，居然还怀疑我。今日有本王在，你休想踏出府门一步。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个闲不住的主儿，若不看着点，说不定真会带着全府侍卫冲向东宫找太子算账。苍狼望着他的背影，眼前忽然一亮，疑似女儿控，他们有救了。王爷，属下这就派人去回复宁远侯夫人。把库里那套红宝石头面送给青青赔罪。苍狼撇撇嘴，
招手换来一个机灵的侍卫，低声交代几句，便让他赶去福满楼传话。同一时刻，福满楼内，柳青青已经到了，但隔着马车看见大堂里人来人往，她不由蹙眉。什么情况？万鹤亭居然没清场。若是被这么多人看见我与他单独相见，我的名声还要不要了？说不定他就是存心要坏您的名声，好离间您与侯爷，自己趁机上位呢。真是可笑。你去清场。是。侍女应声而去，很快以锦衣王府的名义清了场。福满楼一餐千金，来往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被请离时个个面露不悦。待人都散去，柳青青才从后门下车，听到转角处的哭声，她随口问道：怎么回事？侍女忙答：回夫人是个商贾，方在清场时出言不逊，奴婢就让侍卫教训了他一顿。原来是个低贱的商人，难怪哭得这般粗俗难听。他以怕掩鼻，快步走进雅间。待菜肴上齐时，锦衣王府的侍卫才捧着首饰盒姗姗来迟。万鹤亭呢？又去珍宝阁选首饰了？既然要选首饰，为何不早些出门？竟让我等了他1刻钟。你告诉他，今日就算他把珍宝阁搬空，也休想让我消气，让他自己看着办。若是真惹恼了我们夫人，到时候锦衣王就算捧着千金首饰跪地相求也无用的。王府侍卫暗暗握拳，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柳青青的人甩脸色了，甚至连宁远侯府的下人都敢对他们颐指气使。但这一次想到自己要传达的话，他忽然不气了。王爷没来，嘿嘿，王爷有事儿没空见您。天腊路，这可是我们王爷头回拒绝柳青青，值得记上一笔。哈哈哈哈哈！侍卫环视他们的表情，暗自决定晚上要多吃2碗饭。罢了，喜事我惹人厌烦。他语气清冷，却似在强忍哽咽。你回去告诉他，往后我绝不会再来打扰他。属下一定转告。见他毫不犹豫转身离去。万鹤亭长能耐了，竟敢爽约。这次我3个月都不会理他，定要冷眼看他交际难安，悔恨交加。回府！却被掌柜拦住。你还有何事？夫人，您还没结账。记在锦衣王府账上。可锦衣王府从来不记账，今日不收账，小的没法交代啊，还请夫人莫要为难小人。拿过来吧。什么？我不过是清了场，点了桌菜，竟然要500两！递出银票时，即便清冷如他，也不免肉痛。他不愿让侯府看清，从不动用侯府分毫。可娘家近几年才发迹，底蕴浅薄，对他更是支持有限。今日这500两足以让他元气大伤。他暗暗咬牙：万鹤亭，今日我付出的，来日定要让你10倍偿还，否则你休想再得到我一个好脸色。饿死了，饿死了，好想吃鸡腿呀！快，传膳！苍狼等人立在一旁，满眼慈祥地望着小团子。碎碎盯着满桌佳肴，眸子亮晶晶的。眼见管家布菜慢条斯理，他急不可耐地自己动手。算了，还是本尊亲自来吧。万鹤亭却觉得心头泛酸。你平常都吃不饱吗？想起日间碎碎那身沾满泥点的破旧衣裳，脏得辨不清容貌的小脸儿，这一路想必吃了不少苦。对啊，待吃到7、8分饱，碎碎速度才缓下来。我刚来庄月城时，家里穷得响叮当，我娘没有亲戚，街坊邻居也没人收留。那你在何处歇脚？城中破庙呀，有个乞丐爷爷待我可好了，夸我机灵漂亮，还分馒头给我，那馒头可香了。满室骤然寂静，碎碎摸着圆滚滚的肚皮，仰着小脸甜笑。嘿，管家爷爷，我想吃馒头。老奴这就去拿，太惨了。当年本王给你娘留了5万两，令至宅院铺面若干，
够你们衣食无忧，怎会落魄至此？那不是杨姨姨的产业吗？他努力回想，奈何3岁孩童的记忆混沌，找不出相关线索，只好解释：杨姨姨是我娘的闺蜜，出身商贾。我娘过世后，她拿了份文书，然后那个秀才叔叔验看过，说盖着知府的官印呢，说明宅院田产都不是我娘的。寻常商贾岂能搭上知府，更不敢私吞这等巨额产业。那杨氏背后定然有人撑腰。对了，涂姑娘寄往王府的书信石沉大海，恐怕与此事也脱不了干系。彻查。遵命。我当初竟然放过那帮劫匪了。可恨这3岁稚童的身躯穿越来时原主早已气绝，多亏乞丐爷爷悉心照料才捡回条命，还没等他找杨氏算账，就被姨母匆忙接走了。否则涂家产业就算本不属于他，也该是他的。谁敢不从，通通送去见阎王。嘿，馒头来了。管家端着一碟精巧的白面馒头，小心摆在穗穗面前。刚出笼的，小主子当心烫着。哇！怎么没有乞丐爷爷滚的那个香啊？官员还是反派呢，连个像样的厨师都找不到。真给咱们反派丢份儿。万和亭早已习惯从他嘴里蹦出那些稀奇古怪的词儿，可看着他狼吞虎咽，吃完一个又拿第二个，莫名觉得酸楚。白面馒头有什么稀罕？稍有余裕的百姓都不屑光吃这个，不过是饿怕了。王爷唯一的血脉，本该金尊玉贵的皇室郡主，竟沦落到牺牲破庙，啃着冷馒头与乞丐为伍。哎，对了，那位老乞丐高姓大名啊？相貌如何？老奴这就派人去登门感谢。不用了，姨母早安置妥当了。姨母也是我娘的旧友，先前出远门，得知我娘的噩耗就赶回来了，带着我来赵邺城认亲。今日就是他领我来王府的。那位夫人现在何处？老奴这边去请。有人追姨母，他就先走啦。是姨母的风流债，不必操心。他说下个月就会来看我的。管家只得遗憾作罢。说话间，穗穗总算吃饱了。万和亭扫了眼，见这小丫头食量堪比成人，他抿了口酒，压下喉间的色意。嘿嘿，老奴备了主院落教宝香院，宽敞雅致，还添了秋千这些玩物，配了数十仆夫，您去瞧瞧。若有不合心意的，老奴立即整改。穗穗对他颇有好感，闻言矜持颔首。万和亭面上依旧冷峻，脚步不自觉跟了上去。宝香院果然精巧，特意添置了许多孩童喜爱的物件，在朦胧烛光下更显别致。穗穗扶着小手巡视一圈。管家爷爷费心了，我很中意。嘿，小主子喜欢，老奴再辛苦都值啊。临行前，万和亭冷着脸犹豫道：你独子就寝没问题吧？幼童多半是怕黑的，柳青青的儿子就总缠着要人哄睡，若穗穗也这般，无妨无妨，你们归安吧。万和亭松了口气，又被他这打发下人的态度噎得心口发闷。待月悬中天，万籁俱寂时，他兴奋地爬上了屋檐。小主子，咱们快下去安歇吧。早知小祖宗要爬房顶，打死我都不会搬梯子的。急什么呀？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呢，都给本座闹起来！Ready, go！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
就是青藏高原。爱青山，爱绿水，爱蓝蓝的天，爱母亲，爱黄河，爱我们向前。爱三线，爱长曲，爱心口别写，太不醒来唱不呀，和尚来写。就这么的爱好是我的志向，我只会就才学千遍不周详，哪怕起个苗苗就带起个根，我就是个地道的赵爷郎。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发生什么事了？你听见了没？你听到什么声音了？翠翠捧着小脸儿，眯眼晃脑，尽情舒展歌喉。侍卫仆从倾巢而出，个个面无人色，惊慌四顾。夜深人静，万鹤亭陷在梦里，额角渗出冷汗，像是撞见了什么可怖景象。骤然攥紧双拳，青筋在手臂上凸起，双眼猛地睁开，眼底布满猩红。门外的烛龙听见动静，立刻推门而入，熟练地取出药为他服下，随后退到远处，静静等候药效发作。他双目赤红，死死忍着额间传来的剧痛。真疼啊！为什么不去死？死了就再也不用受着身心折磨，大不了就让那群人称心如意好了。就在他眼神涣散，手掌暗自运起内力的瞬间，一阵古怪却清亮的歌声突然飘了进来。呀啦嗦，这就是青藏高原。这是歌声吧？调子跑得没了踪影，嗓音尖利的像刮过铁皮，又像是从地府传来，直往人脑子里钻，听得人头皮发麻。烛龙僵在原地，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连思考都变得迟钝，就连正处于狂躁状态的万鹤亭也停了下来。比起这仿佛被鬼啃过的歌喉，脑子里的剧痛似乎都没那么难扛了。小脸呀啦嗦，这就是青藏高嘹亮又刺耳的歌声再次响起，万鹤亭痛苦地闭上眼睛。等他循着声音赶到宝香院时，下面的朋友们，把你们的手挥舞起来，让我看见好不好？满院子的下人僵着身子，表情像是快要灵魂出窍，机械地挥动着手臂。穗穗见状更兴奋了，声音又拔高了几分。牡丹开了长花歌，荔枝红了长天歌，唱起那欢歌哟。昏暗的月光下，穗穗跑调的古怪唱腔，加上下人们僵硬挥舞的手脚，整个场面群魔乱舞，透着股说不出的阴森诡异。换个胆子小的来，恐怕早被吓得瘫在地上了。管家，您醒醒啊！快把府医请来！万和亭闭了闭眼，额角的青筋突突直跳，他强压下心头的烦躁，无视眼前混乱诡异的场面，运起轻功飞上屋顶，拎着穗穗的后脖梗就飞了下来。歌声戛然而止，在场众人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要等本王请你们走吗？众人瞬间作鸟兽散，跌跌撞撞逃离了宝香院。谁愿意近距离听小郡主唱歌呀？又难听还震耳朵。放开我，放开我！我的演唱会还没结束呢，没有我这么好听的歌，你们睡得着觉吗？再敢这么提溜我的话，我就把你们都灭了！闭嘴！再不睡觉，以后都别睡了。穗穗盯着他看了半天，不屑地嗤笑一声。结果后半夜住在宝香院附近的下人们被迫听了一整晚又怪又刺耳的歌声，中间还夹杂着掌声在哪里？都起来喊！我以后都不睡了！之类奶声奶气却格外坚定的喊声。天刚亮，景义王府的马车就缓缓驶出府门。小郡主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一点都不赖床，还知道叫王爷起来，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啊。
旁边一群神色萎靡的下人听了，嘴角使劲抽搐。昨晚睡得最好的只有被吓晕过去的老管家，觉得小郡主可怜可爱又乖巧的也只有老远昏花的老管家。而马车上，穗穗穿戴得整整齐齐，捧着糕点吃得津津有味。对面的万鹤亭眼下泛着青黑，闭目补觉。穗穗唱到凌晨才睡着，他怕这小家伙半夜又起来闹腾，硬撑着守了他一整晚，直到天快亮才勉强逼了会儿。此刻又困又累。别睡了，起来起来。何事？你跟我说说那老头呗，他怎么样？好相处不？哪个老头？就你亲爹呀。今天就是走个过程。再说他也没心思搭理你。原来你跟你亲爹关系这么差呀，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你。我倒希望他不是亲爹。肯定是他的错。万鹤亭身体微微一僵，这种无条件的维护他已经很久没体会过了。可下一秒就听见穗穗带着点茶里茶气的声音：要是我有你这么个大反派儿子，疼都来不及，哪里还会嫌弃呀？他可真是不知好歹。这时马车已经到了皇宫门口，领头的太监硬着头皮上前：锦衣王殿下，皇上刚下朝，正在勤政殿等您呢。他躬身站在一旁等候。凶残暴虐的锦衣王，女儿居然这么天真可爱，这合理吗？这么招人疼的小姑娘，锦衣王竟也舍得动手打她，简直是丧尽天良。而万鹤亭揉着手背上还没消退的牙印儿，脸色又黑了几分。他还没碰到这小家伙，就先被他咬了一口。就算是属狗的，也没这么能咬的吧？可他余光瞥见穗穗越走越慢，小脸涨得通红，明显走不动了，还是弯腰把他抱了起来。算你有眼色。小短腿，是本王懒得等你。没一会儿就到了勤政殿，还没进门就听见里边传来爽朗的笑声，夹杂着几道孩童的嬉闹声，听着一派天伦之乐。万鹤亭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召我女儿来，就是来给太子的儿女做陪衬。召我女儿来，就是来给太子的儿女做陪衬。领头太监见他脸色不对，赶紧解释：太子殿下听说您有了女儿，特别高兴。正好临安郡主刚读完蒙学，想请皇上指点，太子殿下就带着他和皇长孙一起来了，也是想让小郡主有个伴儿。殿下，您快请吧。愣着干嘛？进去啊！万鹤亭瞪了他一眼，抬脚走了进去。万鹤亭把穗穗放下，随意地拱了拱手行礼：儿臣参见父皇。可还没等他直起身，殿上就劈头盖脸砸下来好几本奏折。孽障，仗势欺人，侮辱朝廷命官，朕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东西？万鹤亭侧身躲开，敷衍地拱了拱手：父皇息怒。息怒？你做出这等丢人的事，让朕如何息怒？穗穗被这吼声震得揉了揉耳朵，抬头打量起殿上的人。端昌帝头发和胡须都有些发白，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原来这个疯癫的反派也不是真的混吃等死没胆斗志啊，他把老皇帝气的，这就对了。父皇息怒，大皇兄昨天应该是一时冲动，他要是早知道黎大人在福满楼里，肯定不会强行清场，更不会纵容下人侮辱黎大人。福满楼。只见太子眉峰轻蹙，满是忧色。难道黎尚书不在，就可以肆意欺压百姓，侮辱官员了？朕真是不幸，竟养出你这种暴虐凉薄的儿子。这话可就重了。端昌帝冷眼盯着万鹤亭，许是被太子方才的话勾着了火，说出口的话越发难听。万鹤亭额角骤然泛起刺痛，眼底翻涌着阴鸷，眸色竟隐隐透出几分赤红。太子眼底飞快掠过一丝异样。来人，将锦衣王。但是我们昨天根本就没去福满楼啊！端昌帝猛地一怔，万鹤亭的眼神也顿了顿。他料到是柳青青招惹了黎尚书，可今日这事儿他若不扛下来，端昌帝必定会重罚柳青青，到时候他在宁远侯府的日子只会更难。就昨天宁远侯夫人约我父王去福满楼，但是父王要陪我呀，就回绝了，我们就没去福满楼。我们都没去福满楼，
怎么仗势欺人呢？还没来得及阻止，碎碎的小嘴已经絮絮叨叨地说完了。我们都没去福满楼，怎么仗势欺人呢？听到柳青青3个字，太子的脸色微不可察地变了变。皇祖父，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呀？这声软乎乎的皇祖父骤然让端昌帝的心软了半截儿。他看着眼前丁点儿大、眼睛亮晶晶的碎碎，先前憋的火气竟莫名散了大半儿。况且柳青青约万和亭，他当年被万和亭逼迫，受了那么多委屈，怎会主动约他？回小郡主的话，今日早朝时，黎尚书在殿前参奏景义王，说他昨日在福满楼纵容仆从行凶，不仅辱没朝廷命官，还伤了百姓呢。没错，是我做的。碎碎脸色一沉，上前一步，朝着他的小腿拍了一巴掌。好气好气，够不着脸！你瞎嚷嚷什么呀？干没干过，我还能不知道呀？你去长能耐了吗？你吃榜硬了吗？你还敢冒认罪名？转头又对着端昌帝奶声奶气地说：昨天发生了什么？皇祖父尽可派人去查，我们清者自清。端昌帝早在碎碎一巴掌拍上万和亭时就愣住了，他这个儿子有多暴虐，他比谁都清楚。可碎碎动手打了他，居然还能好端端站在这儿，实在让他意外。王德福，去查。碎碎满意的点点头，挺直小腰板。但是呢，他这个冒名顶替的性格就很不像话。回家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的教训他。今天让皇祖父看笑话了。无妨，无妨，这语气到底谁是爹啊？万和亭的脸色已经扭曲得快要绷不住了，方才还在琢磨怎么帮柳青青避开这一劫，结果眨眼间就被碎碎带偏了方向，满脑子只剩下被这小丫头拿捏的火气。碎碎没理他，转而看向正不住打量自己的太子。你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有花吗？你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有花吗？你便是景义皇兄的女儿？我不是。就在店里所有人都愣住的功夫，碎碎定定看了太子一眼。难道你是？太子无语，端昌帝被逗得笑出了声，这才正眼仔细打量起碎碎来。可这一看，他瞬间僵住了。哦，这孩子怎会？眼神里的情绪复杂的让人看不懂。这时旁边忽然传来一声嗤笑，果然是个没规矩的乡下丫头，不向长辈行礼问安也就罢了，竟敢直直盯着盛言看，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万和亭脸色一沉，刚要开口，你是在说我吗？但是我看见你见到我父王也没行礼呀，难不成是应该我父王向你行礼才对吗？临安郡主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迎着端昌帝投来的威严目光，他只好拉着身边的皇长孙，极不情愿地行了礼。见过景义王叔。真是没规矩。上梁不正下梁歪。临安郡主的脸色瞬间涨得通红，狠狠瞪着碎碎。皇长孙的脸色也沉了下来，显然没料到这小丫头竟如此牙尖嘴利。哈哈哈，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碎碎。好听。那你今年几岁了？3岁。端昌帝点了点头，丝毫没计较他方才直白又带着些不敬的态度。好好好，过来，让朕好好瞧瞧。碎碎迈着小短腿走上御阶，看着金丝楠木的龙椅，眼底泛出热意。龙椅呀，好想要。碎碎在看什么呢？看龙椅呀。万和亭脑子里瞬间闪过一句抢龙椅夺天下，心都跟着掉了起来。好在碎碎还没真傻，立刻眨了眨眼睛，甜甜说：龙椅它象征着真龙天子的威严，我头一次见，心中充满了敬仰。端昌帝不喜谄媚之词，可看着眼前丁点大的小人儿，倒是被他可爱又直白的马屁拍得龙颜大悦，豪爽地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好一个敬仰！这孩子说话倒是有模有样，瞧着伶俐得很，不知可曾读过什么书啊？店里的人都悄悄低下头，
一个3岁乡下长大的孩子能读过什么书？可问题就在这儿，没读过书的孩子，那前面那些阿谀奉承的话是谁教的呢？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还有诗经、尚书、礼仪、周易、春秋。开玩笑，我前世可是实打实的文科学霸。你还识字啊？穗穗背手站着，小脸上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笑话，一个没规矩的乡下丫头也敢说自己饱读诗书，你这是欺君！万鹤亭也不知道穗穗读过这么多书，可闻听临安郡主这话，脸色也沉了下来。未见真，勿轻言。临安这才女之名倒是白担了。临安郡主的脸色顿时一阵青一阵红，站在那手足无措。皇兄何必跟个小孩子计较？太子连忙出来打圆场，随后又转向穗穗。穗穗是吧？你才3岁，怎么可能读过那么多书呢？你临安姐姐日日苦读，到现在也才刚读完蒙学。小孩子可不能撒谎的哟，撒谎是要被打手手的。我可是亲亲姑母之后的朝野第一才女，连太傅都说我天资聪慧，哪里是你这个乡下丫头能比的？哼！二位未经我这3年的风霜苦楚，怎敢随口说我胸无半点文墨？这般井底之蛙的见识，只会让人笑话罢了。万鹤亭嘴角猛地一抽，满打满算才活了3年，这3年竟全成了风霜，还有这咬文嚼字的调调，算哪门子事儿？但不得不承认，对一个3岁孩子来说，这已经足够证明他能识文断字了。太子父女3人的脸色顿时都沉了几分。穗穗眯起眼睛盯着太子，看你活了这把年纪，脑子倒不怎么灵光。平日都吃什么药呀？太子无语。而此时端昌帝看向穗穗的眼神却格外奇异。像，真是太像了。当年的陈皇后就是这般模样。他用那种复杂难辨的眼神打量穗穗。穗穗，冠上国姓，赐号昭华，朕封你为昭华郡主，取朝朝日月，华光满堂之意。国姓，那我就是万岁岁了。嘿嘿，万岁万岁万万岁！嘿，嘿嘿，万岁万岁万万岁！嘿。殿内众人的脸色瞬间全变了。端昌帝与陈皇后本是青梅竹马，陈皇后在他最疼爱的那年离世，从此成了他心头挥之不去的白月光。穗穗与万鹤亭有9分相似，万鹤亭又像极了陈皇后。太子早料到端昌帝会对穗穗另眼相看，可这昭华的分号，昭字分量太重，临安郡主更是攥紧了双手。过分！我往日那些荣光全要成旁人的笑柄了。万鹤亭倒还算满意，没等端昌帝说别的，便拱手谢恩。多谢父皇赏赐。多谢皇祖父赏赐。这分明是男子礼仪，他学得怪怪的，却把端昌帝逗乐了。他拉着穗穗聊了许久，最后端昌帝让人抬了满满一车赏赐过来，才放他们离开。无聊。之前想好的滴血验亲、质疑血脉的戏码一点都没上演，看了一下午就定身份了。那行，就这样吧。临走之前，他拍了拍端昌帝的肩膀。今天呢跟皇祖父聊得很开心，以后你多出宫来陪我呗。人年岁小了，就容易孤单，那就指望着能有个唠唠嗑、说说话的。哈哈哈哈！好好好。说完，他目光扫向万鹤亭，总算瞧他顺眼了些，却还是训斥道：“你现在也有了女儿，该改改你那纨绔的性子。你看看你眼下的青黑，昨晚是去做贼了吗？可别带坏穗穗。”万鹤亭的脸色瞬间变得十分精彩。听话，别跟皇祖父顶嘴，这样不好。你这是皇帝，多少都要给些面子的。万鹤亭瞪了他一眼，却还真没再开口。端昌帝眼神微闪，诧异看向穗穗。太子父女3人是跟他们一同离开勤政殿的。穗穗这般聪慧，往后要是没事，不妨来东宫找你临安姐姐玩。
一个连生母是谁都不知道的野种，本郡主沾他一身穷酸气做什么？万和亭抬手一拳砸在了太子脸上。皇兄，你这是为何？连安郡主吓了一跳，瞬间脸色惨白。穗穗却眼睛一亮，满是兴奋。本王不打孩童，但是有些孩子实在嘴贱，本王就只能教训他们的父母了。毕竟子不教，父之过，你说呢？太子沉着脸就要还手，却被皇长孙死死拉住。连安方才口出恶言本就不对，眼下穗穗又正得皇祖父宠爱，咱们要是闹到御前也占不到理。而且皇长孙神色凝重地扫过满脸兴奋的穗穗，声音压得极低，他瞧着盼着，就等着咱们还手呢。这事儿里头肯定有蹊跷，你千万别上当。太子一愣，转头看向穗穗，果然见他满脸欢喜，眼睛亮得像是巴不得他立马还手似的。只要亲亲姑母在，整个锦衣王府都得听您的，跟自家养的疯狗计较什么？太子的目光扫过不远处的勤政殿，暗暗咬了咬牙，脸上重新挤出温和的笑意。林安方才无礼，的确是本宫管教不严，多谢皇兄提醒。打他还说谢谢，太子的脑袋莫不是被门夹了？可太子见他这反应，反倒更笃定万和亭是在故意激他还手，心里愈发镇定。切，果然，瞧他这反应，肯定是故意激我还手。皇兄也真是糊涂，竟把算计的心思透露给穗穗，3岁小孩哪藏得住事儿？这不让我轻而易举就看出了破绽。切，告辞。连安郡主不知怎么了，回头看了万和亭一眼，却被他投来的冰寒眼神吓得脸色惨白。不就是说句话吗？喜欢跟疯狗一样动手，我也没说错呀。穗穗本来就是野种。身后的穗穗满脸遗憾，又带着点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哎呀，一拳够干什么的？你倒是接着打呀！傻缺太子都站那让你打了，你倒跟柱子一样不动弹，真是穿透了。你少跟我唯恐天下不乱。万和亭一把将他捞起来，转身就往宫门外走。哼！小郡主别闹了，方才虽说临安郡主出言不逊，可王爷当众打了太子，明日少不得要被朝臣弹劾，要打也得夜黑风高套个麻袋再动手啊。不过往日里王爷只知道喝酒发疯，没心思应付太子那些弯弯绕绕，今儿竟能抬手打人，还是小郡主有办法。嘿嘿。三人正说着话，一个小太监带着一队工人匆匆赶了过来。皇后娘娘听说小郡主认祖归宗，特意赏了些珍宝过来。多谢皇后。多谢皇后。小太监笑容温和，一路跟着他们，把赏赐亲手交给锦衣王府的侍卫，才躬身告退。哎呦，我的小郡主啊，没摔着吧？马车这么高，可不能直接往下跳啊！下回奴才来抱您下来啊！好呀，那下回管家爷爷可得守在我身边呢。哎诺，奴才一定记着。王爷，方才御前传了旨意，说宁远侯夫人纵容家奴殴打百姓，侮辱尚书，还蓄意谋害亲王，以褫夺了他的诰命。另外，皇后也下了一纸申敕，命他抄写百遍佛经赎罪。万鹤亭听见这话，脸色骤然一沉。宫中怎会骤然降旨？苍狼死死攥紧手掌，把这辈子经过的伤心事全都想了一遍，才勉强维持着面无表情回话。他纵容仆从施暴冒犯尚书，本就罪无可赦，竟还把所有罪责都推到您身上，陛下怎能不动怒呢？万鹤亭对柳青青的心思在昭邺城里本就不是什么秘密，可从前众人只知道万鹤亭如何强势纠缠，柳青青如何委屈抗拒，没人料到柳青青会主动邀约万鹤亭。端昌帝查清的真相与众人以往的认知大相径庭，自然会心生疑虑。再加上今日早朝时黎尚书怒不可遏地添了把火，险些让万鹤亭平白背了黑锅。如今只削去柳青青的诰命，已然算是从轻发落。穗穗听完前因后果，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哎，这可是好机会啊，兄弟！你方才称呼我什么？你方才称呼我什么？哎，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你看，他柳青青刚受了这么大的打击，这会儿指定关起门来哭呢。
你赶紧去给那个什么猴，就那个猴，就是他夫君使绊子，然后让他没有功夫安慰柳青青，他俩肯定会闹别扭。到时候你再趁虚而入，把他老婆家产全都抢过来。见万和亭露出那副熟悉的要拿鸡毛掸子的神情，碎碎立刻反应过来。那你还有什么好办法？万和亭冷冷瞥了他一眼，这才把思绪拉回来。他正打算吩咐苍狼去为柳青青洗刷污名，就见小厮匆匆来报：王爷，宁远侯夫人身边的侍女小红求见。苍狼脸色顿时变了，这种时候找上门来还能有什么事儿？可如今圣旨都下来了，难不成要让万和亭抗旨，帮柳青青夺回诰命？他怎么不叫自己夫君赵子昂去做这事儿？但万和亭已然开口让小红进来。小红一进厅堂，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昨日王爷失约，害得我家夫人平白受辱，今日又把事情闹到御前，这般行径实在太过卑劣。宁远侯夫人借着咱们锦衣王府的名头仗势欺人，到底谁才卑劣？苍狼，青青现在怎么样？我家夫人刚听完圣旨就晕了过去，还吐血了，偏偏老夫人和小姐还在旁边冷言冷语，骂她是扫把星。夫人性子高傲，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她吐血了。王爷若是不愿再与我家夫人往来，直说便是，难道我家夫人还会缠着你不成？何苦把事情闹到御前，让她平白受此无妄之灾啊！并非本王罢了。万和亭不想再多说什么，虽说这事儿是碎碎挑拨的，但一个3岁娃娃你跟他计较什么？终究是他自己疏忽了。如今我们整个侯府都被人嘲笑，夫人的处境更是艰难。小红咬着牙，话里带着威胁。这事本就是王爷您惹出来的，您若不肯进宫求陛下收回旨意，往后就不必再与我家夫人往来了。我家夫人一身傲骨，断断不会与没担当的小人打交道。你说谁没担当，谁是小人？小红被他气势吓得一滞，不敢接话。可转念又一想，锦衣王府都不敢对我动气，你不过是王府里一条狗，也敢在我面前放肆。他冷笑一声，正要回怼，余光却瞥见了苍狼身边的小娃娃。这娃娃的眉眼竟与万鹤亭有9成相似。嗨，我是涂岁岁。哦，对，我现在叫万涂岁，你也可以叫我万岁岁。怎么，被我的可爱迷住啦？小红脸色瞬间泛白，慌忙后退一步。姓涂，看着不过2、3岁，还跟万和亭长得那么像，难道她是涂月明的女儿？不，这不可能，不可能的。此时屋里众人的注意力都放在准备进宫的万和亭身上，没人留意到小红的异常。万和亭被那番话刺得心里发疼，却又怕真的连这点情分都保不住。王爷且慢，圣旨哪有朝令夕改的道理？您这就算进宫也没用啊！王爷，你快醒醒吧，不要被爱情冲昏头了。小红回过神儿，立刻反驳：锦衣王手里还有陈皇后留下的人脉势力，若是拿这个做交换，陛下怎会不肯让步？就看王爷心里到底是这些身外之物重要，还是我家夫人重要了。苍狼一脸震惊，气得胸口发疼。那是陈皇后留着给王爷保命的东西，不是给你家主子擦腚收拾烂摊子的。你下流！反正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我家夫人气得不得了，还吐了血。王爷，您要是再不解决这事儿，日后夫人不肯理您，可别怪我没提醒过。哼！话音刚落，他匆匆屈膝行了个礼，用晦暗的眼神飞快扫过岁岁，转身快步离开。万鹤亭脸色沉得能滴出水来，苍狼恨不得拿块砖头砸醒他，可想到自己丰厚的月钱，还是耐着性子劝。这个王爷，您最清楚咱陛下的脾气。今日您若真的去求了，那就算有陈皇后的情面，咱也承受不住陛下的雷霆之怒啊，对吧？本王何尝不知，只是轻轻他。只是守护柳青青早已成了他的习惯，明知道进宫会让龙颜大怒，
他也不忍心让柳青青失望。那样清冷高洁的女子，怎能落到如此田地呢？哦，原来这就是舔狗呢。穗穗小声的嘀咕传进万和婷耳朵里，他立刻警惕地看向穗穗。舔狗是什么？直觉告诉他这不是什么好词儿。那你拿个镜子照照就知道了。好好的一个能横着走的反派，现在却成了舔狗恋爱脑。万和婷瞪了他一眼，等本王回来再跟你算账。眼看他就要迈步往外走。哎，你去哪儿？你要进宫吗？不行，绝对不行！我才跟皇帝搭上话，你倒好，这个时候偏偏惹他生气，那我面子就再大，也不能让你这么折腾啊！能不能懂点事儿，让我少操点心啊？好几百个月大的孩子了，怎么还这么让人不省心？唉，除了端昌帝，这辈子还没人敢这么训斥万和婷。他一时竟被训得愣住了。苍狼等人低下头，把嘴闭得紧紧的，大气儿都不敢喘。只有管家欣慰地看着穗穗。我说王爷啊，您自个儿皮糙肉厚的，您不怕得罪皇上，可你别连累了咱小郡主啊！满屋沉默。穗穗望着万和婷骤然沉下来的脸色，你还想怎么样？难不成你要打我呀？那副怯生生的模样倒显出几分可怜可爱。万和婷垂眼盯着他，眼底光影忽明忽暗，不管是理性权衡还是心底那点旧情，都在催他赶紧去帮柳青青挽回诰命，保住颜面。这念头在脑子里反复打转，推着他想立刻推开眼前这个小不点进宫，可不知怎么了，双脚像被定在了原地，怎么也挪不动。瞧见穗穗那副可怜的模样，他竟莫名狠不下心让他受牵连。这就是妇女天性。气氛紧绷了那么久，万和婷才终于松了眼神儿。爸，他嫌弃地瞥了穗穗一眼，转头对管家吩咐：赔些银两给伤者，送重礼去离尚书府上道歉，再以青青的名义设棚施粥，叫酒馆茶楼扬他善名。终究是当年能跟男主太子斗得不分上下的人，他若真想做什么，有的是办法。只要柳青青的名声扭转，再立个功，诰命早晚应该能拿回来。管家连忙应声退下。苍狼心里仍有些不忿，但能拦住这死恋爱脑不进宫，已经是迈出了一大步。哼！你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别让他惹事。话音刚落，他抬脚快步出门，眨眼间就没了踪影。哇，这个就叫轻功吗？好厉害呀！王爷的轻功在江湖上本就无人能及，如今倒成了他偷偷摸摸的本事。唉，我要是早来几年，就能跟着那时候又厉害又敢闯的大反派搭伙了。谁要跟番外里这副窝囊舔狗样的万和婷打交道，简直是丢我的脸。那所以说他这又是去找柳青青了吗？唉，一身功夫全用在这种事上了。他要是真能讨着人家的好也就罢了，好歹没白忙活，偏偏呢连个蓝颜知己都算不上，想见人家一面都得偷偷摸摸的。唉，真是窝囊呀！穗穗刚吐出这几个字，苍狼立刻露出找到知己的神情。这还不算最气人的，您听听王爷刚才说的话，又是花钱又是施粥，王爷这辈子就没干过几件正经好事儿。施粥本该是为他自己积点德，现在倒好，全要算在柳青青头上。唉，万和婷这个败家子，也不知道谁给他的胆子，竟敢拿我自己的钱送人。还有那女主柳青青，身手要好处倒挺顺口，从前还没有人敢从我手里抢东西呢，敢伸手的早被剁了爪子。不从你身上扒层皮，我就跟着你姓刘。哎，不是这个他是王爷的钱，不是你的。你傻你，他这不就是我的？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吗？目标推翻太子，一统天下。那万和婷呢？收拾柳青青呗。话一出口，他心里隐约有了数，怪异地看了穗穗一眼。你这是想策反我呀？穗穗的眼眸变得深沉。咱们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哎，你看苍狼，你是一个聪明人啊，你应该知道跟着一个恋爱脑能有什么未来啊？
明儿是吧？要不换个人跟着，跟一个能带着你杀上皇位，把失去的全都拿回来的人。苍狼的眼神动了动，碎碎趁热打铁。哎，我跟你保证哦，等你帮我把万鹤亭的权力架空了，你就能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等我拿下皇位，我还能分你个一品大官，怎么样？小郡主，好眼光。苍狼的语气里多了几分微妙，碎碎满意的笑了。苍狼是万鹤亭身边的头号心腹，熟悉他大半的势力和资源，还能调动人手，有他帮忙，他就没必要死盯着万鹤亭这扶不上墙的烂泥了。想造反的人多的是，不差他一个。行了，带我去库房看看，看看本座都有些什么家产。苍狼的目光复杂地扫了阴暗处的一道身影，眼里藏着几分同情。等烛龙把刚才的对话禀报给王爷，小郡主的屁股可就真保不住了。唉，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些了。顺手把角落里的鸡毛掸子藏了起来。碎碎跟着苍狼一路转悠着往库房去。累死我了！这个锦衣王府还真大呀！碎碎走得小脸通红。黎叔，给小郡主拿点茶点。管家正吩咐下人开库房准备施粥的物资，见此情景，笑着上前回话：咱们王府的占地本就很大，每个院子都很宽敞，尤其是您的宝香院，除了正院就属它最大了。啊，正院最大，那本座就住正院。这正院历来是王爷和王妃的住处，这小郡主住进去与理不合呀。什么与理不合？本座就失礼，哪有合不合？碎碎眯着眼睛，语气带着威胁。告诉你哦，锦衣王府早不是万鹤亭的了，现在是我的王府。管家爷爷，你可得认清形势，别站错了队。苍狼实在忍不住笑出了声。嘿，如今王府小郡主说了算。管家不知道苍狼是哪根筋搭错了，但还是坚持不让碎碎住正院。这事要是传出去，指不定外人会怎么造谣取笑呢。王爷的名声烂也就罢了，小郡主的清白可不能受影响。犹豫片刻，他提议：不如这样，您看成吗？奴才把宝香院旁边的那个鱼池，还有后边那个小花园，都划给您，再把宝香院的范围扩到那边那个戏台，怎么样？以后那戏台就是您的，您看怎么样？碎碎转了转眼睛看向苍狼，苍狼立刻弯腰，在他耳边轻声解释：这么一改，宝香院的规模就抵得上2个正院了。往后王府里的人谁都知道您是老大。是吗？那就这么定了。他欣慰地看向管家爷爷：识时务者为俊杰，本座是不会亏待你的。没想到吧，你的人都是我的人喽。不行，还有那个苍狼，去把府里面所有的人都叫过来，本尊要给他们训话，让他们都认清楚现在是怎么个情况，怎么个形势，这王府是谁的天下。苍狼抬头看了看天，按往常的时候王爷也该回来了。吩咐下去，叫府里所有人都到宝香院。万鹤亭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锦衣王府。我不顾一切去见你，你却毫不留情地赶我走。都说我生来尊贵，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渴望的东西从来都遥不可及。幼年时他渴望母爱，陈皇后难产离世；少年时渴望父亲的陪伴，父皇政务缠身；青年时渴望朋友，可世人逐利。唯有那年他偷跑出宫，意外被山贼掳走，一个小脸脏兮兮的姑娘递给他一块馒头，那双澄澈明亮的眼睛点亮了他晦暗的人生，却又如指尖的沙，握不紧放不下。他想痛饮烈酒忘却烦恼，可刚走到王府门口，却发现大门紧闭。怎么回事？一个人也没有？难道是仇家上门？不好，碎碎有危险！
空气里没有血腥味，说明府里的人没有反抗。能做到这般地步的，估计只有段昌帝。难道因为他执意要为柳青青开脱，惹怒了父皇？就在万鹤亭脸色难看，准备进宫向父皇问清楚时，属下参见王爷，府里的人都在院中听小郡主训话。就只是训话吗？是，小郡主吩咐所有人都得去，一个都不能落下，所以府门暂时关闭了。万鹤亭听到这儿才松了口气，朝着宝香院走去。所以说万鹤亭他那个窝囊废，手里握着那么多伏兵，那么多暗卫，连个太子之位都拿不到，简直丢尽了咱们的脸，对不？还没踏进院门，就听到一道奶声奶气却又威武霸气的声音传来。万鹤亭脚步一顿，脸色沉了下来。作为咱们锦衣王府的人，那本来就应该是横行霸道，耀武扬威，威风凛凛，令天下闻风丧胆。现在倒好，就连宁远侯府的小丫鬟都敢欺负你们，对你们指手画脚，告诉我，你们就甘心吗？院子里先是一片诡异的沉默，过了片刻，才传来稀稀拉拉的回音：不甘心，不甘心。你们一个个都没吃饭吗？声音大一点，本座听不见。不甘心。哎，这才对嘛。俗话说，这个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性高。俗话又说，良禽择木而栖。跟着万鹤亭，你们只能任人欺负；可要是跟着本座，你们就可以威武霸气，横扫千军。大家现在闭上眼睛，跟我想一想啊！你们一个个走在青龙街上，走在安远门前，走在青玉巷，走在秀丽街，老百姓见了你们瑟瑟发抖，达官贵人见了你们退避三舍，就连太子他见了你们，那都得跪下叫爷爷饶过我吧，那多威风多霸气啊！你们想不想过这样的日子？大声一点告诉本座！大家齐声激动地喊道：想要！万鹤亭站在门外，脸色黑沉。卓龙悄悄凑到他耳边：王爷，小郡主已经说动了苍狼和管家，看样子是想架空您，自己掌控锦衣王府。您可得赶紧夺回属于您的权利啊！哼。不过苍狼应该只是顺着小郡主的意思逢场作戏，可管家看起来像是真心实意想跟着小郡主了。一边偷偷观察万鹤亭的神色，一边从怀里掏出鸡毛掸子。棍棒底下出孝子，孩子不打不成器。王爷您看。这时院子里再次传来碎碎的号召：现在愿意跟着本座干的，就往前站一步。万鹤亭一把夺过鸡毛掸子，抬脚踹开了宝香院的院门。碎碎的话音戛然而止，满院的下人还有藏在树上屋顶的暗卫，把宝香院围得水泄不通。听说你要架空本王，是吗？万鹤亭声音不大，却带着浓重的压迫感。碎碎回过神，努力挤出一丝霸气的笑容。既然被你看见了，那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现在锦衣王府已经全权掌握在本座的手中了，你完蛋溜！来人，把他给本座绑起来。其实我还是挺欣赏你的，到时候咱们两个强强联手，肯定能横扫天下。我先收服了你，你一定要为我所用哦。可就在他抬起右手霸气地吩咐完之后，满院子里那些平日里文武双全的手下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人动的。苍狼，快呀，快！哇，今天天气真好啊，阳光明媚，月朗星稀，万里无云，白云飘飘。碎碎黑着脸一脚踹在苍狼腿上，接着又转过头，用充满压迫感的眼神扫视着院子里的众人。你们现在就不听本座的话了吗？早饭还没吃呢吧？我去给大家准备点夜宵啊。小花园的落叶还没扫呢，我去浇水。我突然想起我也有急事儿。我衣服还没洗呢，马桶还没刷呢。你们干什么呢？喂！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一阵凉风吹过，院子里只剩下苍狼、烛龙、管家和几个本就在宝香院当差的人。穗穗把期待的目光投向管家。管家爷爷。奴才誓死效忠郡主，这就脚下一滑，摔了个大马趴。穗穗再次环视院子，终于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脸上的凶残霸气瞬间消失，把五官摆成最可爱的模样，挤出甜甜的笑容。嗨，我们就是拍戏，逗你笑一下，对，就是博你一笑，开玩笑呢。苍狼叔叔救我！这跟我可没关系啊！万鹤亭看着这滑稽的一幕，不觉笑了。而这笑声却让两人不寒而栗。跟本王说说，你的霸业进行到哪儿了？下一步做什么？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什么？万鹤亭拎着鸡毛掸子，苍狼见状眼睛睁大，他明明藏了的。那个不都说了是开玩笑嘛。穗穗眼睛一红，小嘴一撅。我就是想逗你开心，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爹爹，可是爹爹又不理我，他老打我。你要是真的那么讨厌我，那我走好了，反正我都习惯没人要了。万鹤亭突然僵住，曾几何时他也是这样渴望过父爱，如今面对自己的孩子却又重蹈覆辙。是呀，这些年来一个小女娃娃已经够不容易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情绪涌上他的心头。你是我的女儿，是圣上亲封的昭华郡主，是王府唯一的小主子，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赶你走。那我有资格赶你走吗？你说什么？没事。万鹤亭差点没笑出声，他捏捏穗穗胖乎乎的脸，心头涌上一种叫做幸福的感觉。小郡主生性活泼，这哪有孩子不爱闹的？这是好事儿。王爷，您实在不必对她过于严厉，咱们都乐意陪着小郡主玩呢。既如此，本王陪你玩会儿。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不打我啦？走不走？好。爹爹，你真好。万鹤亭被这声软萌萌的爹爹和突如其来的夸赞叫得有些心花怒放，握着他的手更加紧了些。烛龙看着两人的背影，疑惑地问苍狼：苍狼，别以为我不知道，没有你的配合，小郡主根本调动不了这么多人。不是，人是你着急的，王爷来也是你预料到的。你到底哪边的？烛龙，你没发现，自从小郡主闹起来以后，王爷像变了一个人。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以前的万鹤亭要么死气沉沉，要么就醉醺醺的，还时不时发疯。可穗穗才来了几天，咱们王爷现在不仅会笑了，会生气了，还会跟小郡主追着满院子跑。这么说来还真是。更关键的是，只要有小郡主在，王爷就能暂时忘了柳青青。咱们王爷曾经那么杀伐果决，可只要遇到跟他有关的事儿就不对劲儿了。现在有了咱们小郡主，让他时不时闹一闹，既能让小郡主开心，又能让王爷变得正常，还能给柳青青添堵，何乐而不为呢？对呀。咱家好大呀，1个多时辰了都没转完，转得我都累了。我抱着你呢，我都没喊累，你累了。我这叫舟车劳顿，也很累的。哇，这个湖里的鸭子好肥好肥啊，一定很好吃吧？爹爹，我都没有吃过鸭子呢，我以前只看过有钱人家的小孩。我这就去抓。爹爹你真好。眼看万鹤亭去了湖里，穗穗转头便沉下声：苍狼，你居然背叛我！
你居然背叛我！那什么，小郡主啊，这关键是我打不过王爷啊，我是实在舍不得见您大业未成就损兵折将，对吧？你看啊，咱们如今被王爷抓了个现行儿，现在底下人心已经乱了，所以呢，属下就想，这与其跟王爷这鸡蛋碰石头，倒不如假装反水，我先获取王爷的信任，再找机会把其他人都策反了。你说的很有道理，可是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小郡主明鉴啊，属下若不是真心效忠于您，刚才何必把府里所有的下人跟暗卫都调过来呢？王爷的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对吧？属下为了您，那可叫一个赴汤蹈火，刀山火海呀。你说的有道理。属下对您的心日月可见。你放心吧，本座是不会忘了你的付出的。等本座当了皇帝，一定封你一个大官当。郡主万岁岁！打今儿起，您要往东，属下绝不往西；您要往西，属下绝不往东，就为您马首是瞻。我这该死的人格魅力呀！另一边，万鹤亭黑着脸，运起内力往湖里一震，鸭子被震得飞了上来，转身往回走。穗穗坐在一旁指挥着他烤鸭。你先拔毛呀，毛都不拔你怎么烤？烤鸭要吊着烤，你这样是烤不熟的。这佐料它不是那么放的，怎么这么笨手笨脚的呀？这只烤好了。苍狼这边又是给穗穗捏肩，又是给穗穗捶背，一脸的谄媚。小郡主啊，这可是咱王爷第一次烤鸭呢，也就您才有这么大的面子，能让王爷亲自动手。真好吃。就是有点柴，你还得再练练啊。小贺，你还得再练练啊。小贺，对了，管家爷爷，你再给我拿个馒头。穗穗这一顿折腾下来，万鹤亭早已没了力气，也没了脾气，什么柳青青，什么喝酒，全忘在脑后了。见穗穗心满意足地吃着，本王去换身衣服。去吧。万鹤亭临走前看了眼苍狼，眼神意味深长。苍狼立刻会意，在穗穗耳边低语：“您先吃着，属下该去领罚了。”对，真是委屈你了。去吧，回来我给你留一个鸭屁股。出了穗穗的视线，苍狼立刻收起脸上的表情，神色严厉地对万鹤亭说：“回王爷的话，今日属下顺利稳住小郡主，总算是没辜负您的托付。对本王出言不逊，调动满府暗卫，这就是你没辜负的托付。若非如此，属下怎么能摸清小郡主真正的想法？王爷您格外记挂小郡主，属下本就应该为您分忧，知道小郡主真正的想法，您才好因材施教。”万鹤亭没再开口，只冷冷瞥了他一眼，唯有藏在暗处的烛龙满脸困惑地陷入了思索。什么情况？到底哪边的？苍狼回来时，穗穗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你受伤啦？对啊。真是难为你了，快吃点鸭屁股吧。你鸭屁股的肉是不多啊。不过没关系，大皇帝还赏了我好多东西呢。等会儿你去我那随便拿一两一件吧。不必了，有小郡主这份体谅，下属已经心满意足。你既然已经选择了跟着本座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万鹤亭看着嘀嘀咕咕的两人，有些失落。本王抓的呀，本王烤的呀，到头来连个鸭屁股也没有。好紧张，总感觉好像有人在看我一样。后日是晋元长公主的寿辰，你与本王同去。晋元公，好像在哪里听过。是他的妹妹，夫君是宋国公，权势滔天。我知道了，
他女儿喜欢赵子昂，柳青青就毁了他的名声，还让他远嫁他乡。所以说这个长公主就处处针对柳青青。敌人的敌人，那不就是朋友吗？小郡主，那柳青青会来吗？她要抄经，无暇分身。哦，那好吧。看到穗穗脸上露出遗憾，万鹤亭才放心离开。你要记住，世间万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妖兽啦！我家多罗王爷开始教人规矩了，果然还是小郡主有本事。苍狼，你说就赵家那个猴子他会来吗？哪个猴？那猴他娘估计会来，他估计不会来。他娘怎么还骂人呢？那他到底来不来嘛？不管他来不来，你得想个法子让他一定要来。你要干嘛？嘿，我懂了。二蛋，你去宁远侯府传个信儿。苍狼，你真的是个得力的下属。俗话说得好，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我这个人呢，特别惜才。今日我决定亲自为你高歌一曲，歌颂咱们的主仆之情。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享受幸福，请你忘记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台下的观众们跟我，台下的观众呢？怎么只有苍狼跟宝香渊的人呀？一曲唱完，底下的人们目瞪口呆，机械的鼓掌，唯有苍狼一脸惊叹。小郡主简直声音宛若天籁，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呐！看吧，我就知道，曲高和寡，果然只有你才是真正懂我歌声的人。既如此，那我再为你们高歌一曲。如果你有新的彼岸，请你离开我，离开我。小郡主，奴婢这就离开。我们这就离开。对，郡主让咱们离开呢。这就离开。我还没唱完呢。在穗穗的高歌下，府里上上下下精神恍惚。万鹤亭就更不用说了，白天防着他闹事，晚上还得听他鬼哭狼嚎，忙得连发疯的时间都没了。穗穗倒是精神头十足，坐上去静远长公主府的马车时，还一脸兴奋。切克闹，我要去收拾男女主喽！爹爹，你为什么一点都不兴奋呢？你怎么昏昏沉沉的？你还有黑眼圈？哎呀，你一点都不懂事。你知道今天出门你就应该好好睡觉才对。今天我还要跟长公主攀关系呢。作为我的人，你也得对她恭敬一点。你这样子没精打采的，成何体统呀？几百个月大的孩子了，还是这么让人不省心。烂女扶不上墙。老奴给王爷请安，给昭华郡主请安，恭贺郡主平安归来。这也太可爱了吧！这还是那个凶残暴虐的锦衣王的女儿吗？这眉眼跟锦衣王好像啊！好可爱，好想捏捏她的小脸啊！穗穗被万鹤亭一路抱着去给静远长公主请安。这就是穗穗吧？我是你姑奶奶。我是你姑奶奶，骂人呢还？不对，我算一算，爸爸的爸爸叫爷爷，爸爸的妈妈叫奶奶，爸爸的姑姑叫……对，叫姑奶奶。啊？谁叫？万鹤亭赶紧拍了拍他，快叫人！我知道呢。嘿，姑奶奶您好漂亮呀！岁岁祝姑奶奶笑靥如花，身体康健，青春永驻，福寿绵长。
哎呦喂，瞧这小嘴甜的！昨日就听皇兄说你开蒙的早，能识文，能断字，聪明得很。今日一见，果然是真的，真是个聪明的好孩子呀！谢静园姑奶奶。好好好，跟姑奶奶好好说说话。两人从桃花斋的点心聊到松鹤坊的烧鸡，这才想起跟万鹤亭说起先前福满楼的事儿。哎，对了，先前福满楼那个事儿，那柳青青也忒过分了，欺压百姓，横行霸道，目无法纪。他自己作恶也就罢了，居然还敢打着你的旗号，真是令人发指。多谢姑母挂念。万鹤亭不愿多提，只简单聊了几句。穗穗觉得无聊，这时一个小胖子突然凑了过来，行了个礼。草民见过昭华郡主。你见过我？你是谁啊？你在哪见过我？草民叫李抱抱，跟你们锦衣王府住同一条街。哎，郡主，你可以去我家玩吗？等有时间吧。我今儿就有时间，你今天晚上就来我家吧。我是说等我有时间。别呀！啊，你们锦衣王府晚上闹鬼，你不知道吗？闹鬼？对呀。估摸着是个冤死的鬼，一到晚上就鬼哭狼嚎的，可吓人了，害得我们都不敢睡觉。对了，我大哥说他那是在找替身呢。哼！一阵嗤笑传来，他转头看了过去，万鹤亭意味深长地瞥他一眼。我可是要干大事的人，我怎么会怕鬼？就算再厉害的鬼，他见了我都得俯首称臣。本王知道你厉害，天不怕地不怕。那今晚继续唱，抓紧降服那些鬼臣子。嗨，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不是什么人都看得上的，包括鬼。那个女鬼她肯定就是想吸引我的注意，开玩笑，她什么档次？也配让本座亲自去见。我决定了，今天晚上就算你们都求我，我也不会出去唱歌了。太子妃到！太子来了！前些日子锦衣王殴打太子，差点丢了官职呢。多亏太子宽宏大量，圣上才只罚了他俸禄。喵喵喵！罚俸禄，这个败家子！万鹤亭却无以为意。姑母，侄儿先带穗穗去牡丹园逛逛。去吧，慢点儿，那儿假山石头多得很，别磕着孩子。是。太子妃看着万鹤亭的眼神充满怨恨，太子却面带微笑，笑容不达眼底。万鹤亭倒不理会他们，径直带穗穗去了牡丹园。不行，这钱绝对不能就这么没了。什么钱？俸禄啊！这帮人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居然敢动本座的钱。小郡主不必担心，王爷后半辈子的俸禄早就被扣完了，这个罚不罚其实都一样。就罚完了？喵了个咪的，这败家子儿啊！那可是本座打江山的本钱呐！这你就受不了了，还有更气人的呢。速道来。端昌15年，柳青青跟人相国千金比阔，在百工坊赊了500两银子的头面，没钱还了，跟人闹了起来。王爷倒好，当街就跟人家打架斗殴了。端昌16年，太子要给他母妃扩建寝宫，当时西北战事正吃紧呢，这钱哪能乱用啊？柳青青一句百善孝为先，太子哥哥也是一片孝心啊！太子都还没开口呢，咱王爷都跟皇上提了出来，这皇上能不气吗？哦，还有端昌16年秋天，端昌17年，端昌20年。气死我了！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个爹呀？万鹤亭见事态不妙，赶紧转移话题。宴席快开始了。吃什么吃呀？气都气饱了。有鸡腿。先吃点鸡腿压压气吧。正在此时，迎面走来的同僚见着万鹤亭，攀谈了几句。苍狼趁此机会赶紧问穗穗：小郡主是想把那些罚了的俸禄都弄回来？必须的，不过还得从长计议。既然太子这么喜欢作史，
那就让他好好做点事吧。哼哼哼哼。做什么？太子的武功可不低啊，还有侍卫保护呢，想搞他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再说了，你要杀他，王爷也不会同意的。杀？哎呦，你这个人真是的，怎么能这么残忍，这么暴力呢？我这么单纯的小朋友怎么会这样做呢？过来，一会儿呀，咱就想办法让他不停地喝酒，这个总能做到吧？这行，那聚会宴席那哪有不喝酒的？咱王爷再不济，手里还是有点人的。小郡主放心，这事包我身上了。那就看你的溜。